对我来说 ，freegan 并不是不工作、不赚钱、不花钱，其实比较像是在过一种尽可能不伤害环境、尽可能不要去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他是杨宗翰，大学毕业后没有正式上过班，不过他一直很忙，忙着全台跑透透，办活动、参加讲座。他办的活动很有意思，东西免费，欢迎你带走；食物免费，欢迎你共享。因为他想推广免费商店概念，让被闲置的资源可以好好再利用。嗨，钟汉 Hello， 你要带我看这边吗？对啊，这次第一次来免费市集的老板。免费市集的核心概念其实是带走你用得到的，然后留下你用不到的。那你在里面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什么衣服啊、包包、鞋子，都不用钱，你可以直接把它带走。只要你有需要，你就可以把它带走。主要是因为我在克罗埃西亚当交换学生的时候，有跟当地的朋友我们办了一间免费商店。那我也因为那间免费商店就找到了，比如说风衣啊、雪靴啊，或者是毛毯啊这些，我其实在台湾不一定能够买得到的东西。那我用完了以后，我用不到的东西，我还是可以拿回去放，搞不好我就可以给其他人用到。然后我就回到台湾，然后就想说，其实至少我在台湾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概念嘛。我们有二手市集，有交换市集，但是并没有免费商店或是免费市集这样的概念。然后我相信许多台湾人也希望能够有个机会，让他们家里面的东西能够好好的被利用。这样不求回报，希望东西好好被利用的理念，杨宗翰透过一场场讲座，像个辛勤的农夫，在每位听众心中撒下了种子。2年前，这颗种子也撒入黄冰善的心中。第一次会开始办免费商店，是因为其实好几年前就在花莲听过钟汉的演讲，然后那时候这样的概念就在我的想法里面。然后我当时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用更少的资源过更好的生活。这个毕业物件，拢我物件。我是第3次来市集，因为我自己蛮崇拜一个德国有一个女孩子，就大概74岁，她就只有一个皮箱跟一个那个背包，她就可以这样子，也有办免费市集，她几乎都不花钱，我就蛮喜欢这种概念的。我是第一次当摊主，那今天来主要有衣服、小朋友的鞋子，还有一些玩具，还有电线啊。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会来这边，就是因为觉得家里有一些东西舍不得丢掉，可是我又用不到，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就是有人觉得有需要，他把它拿去用，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很多人听到免费市集这样的概念，觉得蛮新奇的，然后就会想要参与，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有些是可能第一次是来拿东西，他们就会想要下次来摆摊。然后我听到这样的回馈，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它可以是一个循环。我会想要参加免费市集的活动，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概念跟我在内蒙就是跟牧民生活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游牧的生活的概念蛮像的，就是资源要活化利用啊，然后不会去索取过多的资源。我觉得他们比较乐于分享，然后不会分你我。像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路上捡到了一张20块钱人民币，然后捡到之后他问我说：“你身上有没有更小面额的钱？”我说有。我说要干嘛？他说你捡到钱之后，你要再丢一张比较小面额的钱，要跟大家分享你的好运。
我觉得这个观念蛮特别的，就台湾如果你捡到钱就很开心嘛，但他们会想到别人，要把这个幸运分享给别人。看完免费市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活动，而且它也不会很难于执行。我觉得在自己家附近也可以做一个小型的免费市集，有这个冲动了。走啦，拜拜。摆摊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获得好处，而是单纯为了分享，让东西得到更好的运用。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这件事情就可以变成就纯粹是好玩，因为我们现在会希望说可以有固定的在宜兰办，是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持续让民众接触到这样的概念。但是到最后就是希望可以，我们不需要固定去办这样的事情，就是最后目标就是可以解散这样的一个定期举办的模式，就是让民众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他们随时想办就可以办，然后在各地都有免费市集。为了让珍惜物命的概念不会像放烟火般随着活动结束而消失，黄宾善和开设民宿的父母亲商量，把民宿挪出一部分空间，开了一家免费商店，让附近邻居与住宿的客人一起分享这些被闲置的物品，也让这些东西找到新主人，继续被使用。请进。这就是免费商店，然后这些东西呢都是免费的，全部都是免费的对，只要需要就可以带走，不需要交换。哦，所以它不是以物易物的概念，它就是对，就是这些东西是大家家里可能就是放了很久用不到，然后就拿出来分享。免费商店其实不是在以物易物，所以并不一定要交换。那我们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在帮助弱势，也不是在做爱心，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让没有被好好利用的东西能够重新再被利用。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的目的是真的想要解决资源被浪费、食物被浪费、物资被浪费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应该要改变。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变的，并不是把东西拿给穷人，而是应该要让有阶级、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愿意去使用被闲置的资源，也愿意去使用这些二手的资源。你在免费商店里面拿别人的东西走，不会因此而被当成弱势。好，就是这边也都是免费的，就是这一区就是免费的。对啊，蛮多书的，然后也有衣服。哎，所以是这个免费商店，是说宜兰大家都知道，所以就会把东西拿过来，把他们觉得比较用不到的东西，然后拿过来放在这边吗？对，我们会希望说可以把它推广出去，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免费商店，然后大家可以就在社区里面就把用不到的东西拿过去。就不用特地从台北拿东西过来这样子，对。所以免费商店跟二手商店是一样的概念吗？其实不一样，就是因为二手商店它东西就是别人用过然后拿来卖，那这边其实就大家不需要的，但是不一定是旧的，有可能是新的，就是我真的用不到，然后就拿过来分享，而且是它没有交易的概念，就是你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带走，就是你不用拿等值的东西过来换，然后也不需要金钱。当一般人提到经济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钱。可是，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会觉得经济这两个字，它指的比较像是让资源流动。那对我来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让资源流动的方式。你可能是用金钱，然后我们有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在搭便车的时候，路上的车主停下来让我们搭便车，它比较像是把他们车上的空间当成礼物送给我们。我觉得其实透过搭便车或是沙发冲浪这样子的活动，让比如说我去搭陌生人的车子，然后住在陌生人家里面，然后我渐渐发现说，人跟人有另外一种互动模式，并不是说什么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就这样子而已。可以选择我对你好，你再对他好，他再对他好，然后最后总会有人回过头来对我好。这样你对我好，我对他好，单纯助人、让爱循环的礼物概念。宗翰不但积极地落实在生活中，也透过活动帮助许多人成为礼物或收到礼物。杨宗翰强调，只要你愿意，不需要最厉害，也可以贡献自己。
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This is You Damian must from be Chile. Damian, right? From Chile. From Chile. Yea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Yeah,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my school. 早，会不会用英文打招呼 Hello。我去年刚调这个学校服务，我跟学校学生们说，我想要去带沙发课来学校上课啊，他们觉得很兴奋，他们跟我说，校长，我们学校已经大概有10年没看过外国人了，所以当我开始去年带外国人进来的时候，学生坦白讲，很多学生很紧张，讲不出话来。那所以从去年我开始带沙发课进来，单单去年在我们学校就大概有30几次沙发课，所以对我们学校学生来讲，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很习惯看到世界各国不同的人出现，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敢用英语跟外国人沟通。I'm Demian from Chile. I'm 26 years old. I'm from the capital of Chile, Santiago. OK, his name is Demian. 这个字怎么念 ？Damian. 啊，念一次 Damian. He's from Chile. Chile 是哪个国家？ So that is the flag of my country. It's similar in the colors and the star of Taiwan. Flag 什么？旗子 ，national 国家的旗子，kind of similar to Taiwan，kind of 有一点点像台湾，有没有？校长的工作时间，坦白说是很忙碌的。那我之所以还愿意做这么多事情，最主要是百福国中是位于基隆市的郊区。那以我跟前任在市区的学校服务经验比较起来，这边资源少了很多。哦，那我很希望说，我学校的学生能够获得一些平等的资源啊，所以我觉得虽然真的要花费很多力气，那我还愿意投注这样。So that is my country.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long and it's very thin.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different weather. Different weather， 不同的，这国家很长，有不同的什么 weather 是气候。In the north， Yeah. And the central part is. 我们之前常说，我们沙发课来上课以相对偏乡的国高中高职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理解都市学校相对有比较多的资源，然后通常学习成就也会比较好嘛。那真正的偏乡学校，每到有资源的时候，有笔电啊，有衣服啊，有食物，大家都会想要把这些物资往这些学校捐。但对于立处在中间这种都市边陲地带，我们所谓不三不四的学校，没有在山区，也没有在市区，但他们同时又必须要被迫跟都市学校竞争，然后他们基本上许多的学生会被迫成为都市学校的垫脚石。那我会觉得，相比于都市，相比于超级偏向的地方，这些在中间的是真正需要被关注，但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学生们。So in my country, we speak Spanish, español, 西班牙文。Spanish， 来，如果用西班牙语说感谢他，这句要怎么讲 ？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in Spanish？ 谢谢 gracias, gracias. Good, good. For the R is very strong. It's 来，会的举手，这一招会的举手，来示范一下。可以的。哎，不错，来，来，好。让沙发课来学校跟学生上课啊，除了这沙发课在课堂上跟同学们讲解他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我们也希望透过他们彼此的互动，学习彼此的语言啊文化。有的时候我会可能安排不同的课程，比如说我们也会安排他到美术课或是音乐课，那学生也可以展现我们的美术、音乐等等专长啊，让他们一起跟我们互动。回家，回家，行到行到一度，一度，阿嬷阿嬷一度，丢丢。耶。回家，行到。带外国人来学校，除了让他跟学生分享、介绍他们的国家、介绍他们的故事，跟学生以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跟学生有多一点其他的互动，因为我自己其实以我们个人经验，下课以后学生反而才是最活跃的。所以除了分享的话，我们也会邀请学生，比如说下课以后来跟外国人互动，或是下课以后带外国人去踢足球，去一起上体育课啊，一起上音乐课啊、美术课。那我会觉得，当他们在打球啊，当他们在玩的时候，学生自然而然会想要叫他做什么事情，想要跟他讲说这个规则是什么。那他们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了想要沟通的动机以及需求。在就是上沙发课之前，可能认识的就是邻近的国家，可是上完沙发课之后呢，可以认识到可能是法国啊、斯洛伐克啊、瓜地尼亚这些地方，就是会让自己觉得感觉好像比以前了解更多国家，也更想去更多国家旅游。如果去到别的国家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就是跟他们一样成为沙发客。而且，当你去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时，去介绍自己台湾的文化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骄傲感。Haifu Junior School is the 6th school that I visit here in Taiwan. I think one very good impression was to see the students cleaning the school. That never happened in Chile. You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for punishment. I think in Taiwan in general the culture in Taiwan, not just in the school, also the people is very relaxed. As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never happened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 when people of another country, go to speak about the culture, about the typical stuff, about the experience. So I think it could bring kind of inspiration to the students, can open the eyes to another realities in the world. 透过这样一个沙发课的一个课程，我发现学生他们可以感受到原来英文的学习不只是一个考试的科目而已。外国人进来以后，他们发现到，听说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然后他们对于国际更认识，所以其实学生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国际观。那尤其很多沙发课都会跟学生讲，不一定要很有钱才能够去旅行全世界，所以学生也问很多这方面的讯息。我相信其实有不少学生打从心里已经定下一个想法，就好有机会长大，我也要跟他们学习。那以比较不是很高的一些预算，像他们一样去勇闯世界。2015年，沙发客来上课计划正式成立，透过网络平台媒合正在台湾旅行的国外旅人，免费到台湾各地的学校跟学生分享。宗翰也将这样的故事透过社群、部落格与专栏等平台分享，渐渐许多在不山不市任教的英文老师也注意到了，其中最早注意到这个讯息的就是陈国英老师。我在4年前才进入小学教书，那我到了山上之后，觉得这山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正式的英文老师，也从来没有外籍人。那刚好那个时间点知道了有宗翰这号人物，我就觉得好，我一定要去试试看，要把这个外国人带到我们学校去，所以我就跑去找了宗翰。一开始的头1年，我是1学期只找1个，到了后2年，我就几乎是每1个月安排1个沙发客到我们学校来。那我也受到很多人的帮忙，像洪洪老师就带了3次一批他的学生来，他来真的很精彩，因为他的学生都是有备而来。比如说，非洲来的，他们就会带他们非洲的传统的衣服，让我们小朋友试穿，还有非洲鼓。然后来自日本的就会带日本的和服，亲自让小朋友试穿。那这些经验都让孩子对每一次的沙发课都很期待。沙发客来上课，有旅人，有老师，有接待家庭，然后还有地陪。那所有的人在做这件事情都是不会拿到钱的，所有的人都不是为了钱做这件事情，而是就只是好玩啊。因为
旅人想要跟学生分享，他觉得跟学生分享很好玩，所以他来参与我们的计划。然后接待家庭，平常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外国人，他觉得能够让外国人来他们家住，他也觉得很有趣，所以他想要参与这样子的活动。那就是我们心里面当然还是会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为台湾的教育造成一点改变啊。但我其实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讲说支持这个计划能够在没有钱的状况下持续运作，重要的真的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很有趣，就算不给他钱，他都愿意去参与。尽管免费商店或沙发客来上课计划，两者都不是商业活动，既不收钱也不支薪。杨宗翰与参与计划的老师也都不会从中获利，但是杨宗翰并不喜欢，也不想说这是一种慈善或公益行动，而只希望以单纯好玩的初心来推动它。目前我们应该有合作，可能将近50所学校吧。4年来应该有邀请超过300个外国人了。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无条件的为别人付出是一种大爱的表现，是一种无私的表现。但对我来说，我其实是因为我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大家都愿意为别人无条件付出的环境。那因为目前大家不习惯，所以我尝试当这样子的人。那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也许其他人也会比较有兴趣，也会比较有勇气这样子做，跟我一起做，然后做类似的事情。那渐渐的，我们可能会营造出一个比较多人愿意为别人付出，比较多人愿意为别人无条件付出这样子的社会。如果有多一点像我这样子的傻瓜，愿意无条件的为别人去做一些傻傻的事情，也许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一点吧。